我和傅岩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女儿找到的时候，我还来不及高兴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女儿走失的1个星期，除了喝点水，我什么东西也吃不下。这个城市的大大小小城中村，我走了七七八八，脚底全是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见穿着白裙子的小姑娘，我就觉得是我的女儿，赶紧跑过去核实。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厅穿梭，生怕自己一个没注意，女儿就被带上火车去了别的城市。车站值班大姐好心地跟我说，你去椅子上靠靠，我替你注意着。可我怎么能休息得了？我不敢闭眼睛，只要我的脑子松弛下来，就会脑补出千百种不好的画面。不是女儿俏生生的小脸上满是鲜血，就是小脸白得透明。我一直不敢让自己的脑子休息，1个星期时间仿若1个世纪。好在老天有怜悯之心，让我们找到了孩子。我紧紧抱着脏兮兮的女儿，带她去医院体检。孩子的身体没事，就是整个人呆呆的，像个木偶一样随我们摆布。他的人工耳蜗还没做，平常就靠手势和咿咿呀呀表达，但是现在彻底没了声音，表情和肢体语言也没了。我吓得哭起来，女儿看着我哭，终于有了动作，抬起小手抹我脸上的泪。我抱紧她的小身子，哭得涕泪横流。据警察调查，人贩子发现2岁的女儿是先天耳聋，所以才没第一时间被带走，寄养在人贩子的叔叔家。晚上那家人的大门开着，女儿就跑了出来，被巡防员发现，送到了派出所。傅岩白着脸色，拦着不让我在警察面前问女儿问题。看着她心虚的模样，我的怒火达到了顶点。出了医院，就给了她一个力道十足的耳光，她不敢还手，甚至不敢去摸已经肿起来的脸颊。才进家门，她咕咚跪在了我面前，我没理她，绕过她带着女儿去了卫生间。我和傅岩是大学校友，同级不同系，我室友和他是老乡，我们就认识了。大2的时候，我们成了恋人。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决定都不回家了，留在这个生活学习了4年的城市。我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没有人脉钱脉，所有的一切都靠自己打拼。租住在城中村，租金不多，安全性却不高，钱还没挣到。我们俩最值钱的东西，笔记本电脑被偷了，里面有傅岩画的设计图，他都急得要哭了。逼不得已，我们才在一个老旧小区租了一个套间，安全性有保障，但租金多了1倍。室友给我找了点私活，翻译产品的说明书。有时候人家要得急，我一夜一夜不睡，加班加点完成。后来也是因为我不抱怨不推辞的好态度，我进了这家大企业，做了专职翻译，工资也涨了很多。我俩捉襟见肘的日子才缓解了一些。在我26岁生日的那天，傅岩向我求婚了，我们一起吃了个小蛋糕，喝了2瓶饮料，就决定了我们的终身大事。我们的2个家庭对我们结婚没有太多帮助，全靠我俩自己操持。领证后，2家人一起来了一次，酒店住了3个晚上，逛了几个著名的景点。婆婆和我妈都嫌住酒店太贵，拖着2个还没逛够的弟弟回去了。在我29岁那年，我们终于贷款买下了一个2居室，总算在这个城市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那个晚上，我们把购房合同看了又看，开心幸福的像是买了大别墅。傅岩做了一桌子海鲜，那是我平常喜欢却舍不得的。为了这个里程碑式的进步，我们也奢侈了一回。我们所努力的安居乐业，我们靠着坚持做到了。
不久，我怀孕了，婆婆提出要过来照顾，我不想同意，可是妇炎央求我说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妈还不是要过来带，不如现在过来，早点磨合一下也好。我不情不愿地答应了。现在想来，我们这个决定犯了大错。婆婆不但自己来了，还带来了小叔子。等妇炎接回了他们，我才知道我真的很不高兴。但是人来也来了，只能憋着口气安置。婆婆住进了书房，20来岁的小叔子不可能和婆婆住一起，只好把阳台收拾出来，安了张床。这下本来就不宽裕的地方，到处都住上了人，憋屈得很。我气不过，和妇炎冷战了1星期。他天天来公司接我下班，跟我解释，他没有叫小叔子过来，是婆婆自作主张，还说等过些日子就让他回去。他要是不回去，就给他找工作，不会一直住在家里。后来证明这些都是妇炎的一厢情愿。2个多月了，小叔子还是一直打游戏过日子。婆婆不急，妇炎也不急，仿佛这样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们每个月给婆婆5000块维持生活，吃喝不愁，零用钱找婆婆和妇炎要点。小叔子更不急，我给他介绍到单位的下属工厂上班，组合小零件，不是很辛苦，就是时间卡得严。才去了5天就没去了，回来抱怨辛苦难熬。婆婆心疼地开了金口，苦就不去了，不差那口辛苦饭，还埋怨我，你自己坐办公室，不知道车间里的工作有多辛苦，她就在家也吃不了你多少，把我气得仰倒，发誓再也不管她的闲事。怀孕后期，我的双腿肿的鞋子都套不上，血压也高，妇炎心疼的每晚给我按摩，打热水给我泡脚，把我的脚垫得高高的，可以缓解水肿。每天都给我量血压，按医生的指导督促我吃降压药。妇炎做这些婆婆是很不高兴的，嘴上没说，但是我看得见她垮着的脸，也听见她在电话里跟亲戚小声埋怨，一个丫头片子，折磨人的很。妇炎都成佣人了，我没有跳出来争辩，努力让自己不生气。我的血压已经高了，再生气，脑溢血就得不偿失。只是狠狠关上了门，用巨大的关门声提醒他我的不满。到了生产那天，血压高，医生建议直接剖腹产。婆婆说，看着肚子也不大，不如试着顺产，生不下来再剖腹。我知道她是嫌剖腹产的费用高，急得吼她，我的命也是命，您别担心，剖腹产的钱我自己出。委屈的眼泪一颗颗滚落。妇炎推着婆婆出去，她边走边讪讪说道，剖腹产要3年才可以生2胎。妇炎制止了婆婆接下去的话，跟着医生去签字了。等我从麻醉中醒来，我的女儿已经睡在了旁边的婴儿床上，粉嘟嘟的小脸蛋让我的心软成了一汪水。妇炎趴在我床边，拉着我的手，轻轻说，老婆，谢谢你。虽然在生产那天，婆婆言语无状，月子里对我还是不错的，把我和女儿照顾得好好的，营养不错，母乳也充足。出了月子就成了一个胖闺女。产后40天，我去医院复查，女儿也去儿保科做了复查。本来只是一个例行检查，却得来一个晴空霹雳。听力筛查发现女儿听力有问题，可能是先天性的耳聋。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，带着孩子一连查了3家医院，最后的结果给了我们家致命一击。我的女儿是先天性耳聋，我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事情，看见女儿就会落泪，雪上加霜的是，不到1个星期，我的母乳就没了，只能给女儿吃奶粉。看着钱花花地出去，婆婆的好态度开始变了。
在我面前嘟囔：你也是没用，吃母乳可以省好多钱，你看看现在，你自己一分钱挣不进来，傅言为了你们母女都苦成啥样了。我计较不了这些闲言碎语，只是一直拼命责备自己，却无法知道哪里出了错。傅言看我天天都哭哭啼啼，劝我说：事情已经这样，我们就想办法，能补救就补救，你天天自爱自怜有什么用？几句话点醒了我。是啊，天天躲着哭有什么用？我稳稳心神，开始带着女儿看专家门诊。几个专家都一致建议，女儿5岁以前做人工耳蜗，费用大概20万。知道女儿还有救，我的心又燃起了希望，重重在女儿的小脸上亲了几下。产假满了，我把女儿留给婆婆带，自己就赶紧复工了。毕竟20万也不是小数，我想着婆婆再不喜欢，那也是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孙女，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虐待孩子。然而我想错了，38节每个女职工有半天的假，我没和同事去逛街，赶着回家去陪女儿，在门口亲耳听见婆婆大骂女儿：你这个聋子，赔钱货，不吃饭是想死吗？要死怎么不早死？害人精，死聋子！我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奶奶对自己亲孙女的谩骂。在门外我已经潸然泪下，手里的钥匙都掉在了地上，可能是听见声音，门被打开了。婆婆见我站在门口哭，愣了愣，随即面色有些难堪。我大力地推开门，就看见女儿被捆在座椅上，小桌板上放着一碗白米饭，什么菜也没有的白米饭。原来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就是吃这个填饱肚子。我哭着，一面解捆住孩子小身子的绳索，然后把绳子狠狠砸在婆婆的身上。女儿刚的自由的小手来抹我脸上的泪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痛。现在我还庆幸孩子什么也听不到，不然被自己奶奶左一句去死，右一句聋子，怕是早已是伤痕累累了。我打电话让傅言回来，然后让站在餐桌边面色讪讪的婆婆去收拾东西。我会给她买动车票，让她带着她儿子滚。她怒了，大声吼道：我说错了吗？你女儿不是聋子吗？怎么还说不得啦？我气得恨不得撕了她的臭嘴，可是手里的小女儿已经吓得瑟瑟发抖。我赶紧拍拍她的背，安抚着她的情绪。傅言回来了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心疼地过来抱了抱我们娘俩，让婆婆去收拾东西，送她去高铁站。婆婆见一向护着她的傅言也要送她走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开始哭泣咒骂，骂傅言是个白眼狼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不想看她表演下去。我抱着女儿出了家门，街上熙熙攘攘，女儿好奇地东看看西望望，暖暖的光照在她的脸上，让她的小脸熠熠闪光。这是我的宝贝啊，婆婆怎么能这么虐待她？这一天，婆婆被送走了，不过不是回家，是被傅言送到了她弟弟的出租房那边。我请了半个月的假回来带孩子，一面紧急找保姆，可是有婆婆的前车之鉴，我真的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任何人，所以保姆也迟迟定不下来。还好同事的妈妈答应帮我带个把月，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1个月后，傅言带着婆婆过来给我道歉。那天是孩子不好好吃饭，我也是气急，才捆住孩子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隔了1个多月我也想孩子，你就让我过来继续带宝宝吧。我发誓，绝对不会再那么对待宝宝了。一面说还一面哭，满脸的诚恳。我看向傅言，他也满脸希冀看着我。我不想同意，可困难摆在眼前，轻易就同意，我也不愿意。在纠结的档口，宝宝张开双手要奶奶抱，
我的心就软了下来，不情不愿默认了婆婆搬回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叔子找了个女朋友，房子就是个单间，婆婆实在是住不下去了，才去找了傅岩。傅岩让他给我道歉，告诉他孩子没人带的困难，所以他才那么精准地找到我的软肋，把我拿捏住，顺利搬了回来。以后的日子倒也没发现什么鬼祟的事情。时间晃悠悠，到了孩子2岁，我也准备好钱，准备带孩子去做人工耳蜗。这天婆婆吞吞吐吐跟我说，要借孩子的医药费，说小叔子的女朋友怀孕了，对方要20万的彩礼，他手里的钱不够。我斩钉截铁坚决地拒绝了。你们是哥嫂，帮帮你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这么狠心？你弟媳说了，这些钱就是走一个过场，办了婚礼会还回来的。我不为所动，还是拒绝。婆婆抹着眼泪又说，我就是个没用的妈，要钱没钱。这2年要是不帮你带孩子，我出去做保姆，多少也能存点，现在不至于束手无策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反驳道，孩子做手术是大事，这2年傅岩1个月给您5000，还不包括悄悄给小叔子拿的零用钱。我存这20万有多艰难，你也是看见过的，为1-2千块钱，我不吃不喝不睡也要按时完成工作，这是我女儿的希望。说到天，我也不借。我打电话给傅岩说了这事，下班回来，母子俩就在卧室嘀嘀咕咕了好半天。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，哪知更大的事情却来了。我的女儿失踪了，我给孩子洗完澡出来，傅岩还跪地求我原谅他妈，希望我不要继续追究了，任何惩罚他都可以替他妈承受。孩子受了惊，只能我抱着，只要放下就会醒，就要哭，把我的心都哭碎了。我坐到了沙发上，看着怀里的孩子，我质问他，这事你知道多少？什么时候明确知道孩子是被你妈故意卖了的？他错愕地看着我，虎毒不食子，我怎么会卖了自己的孩子？我妈一直说孩子是不小心跑丢的，我也才相信了她，我也没想到会是故意的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么恶劣的犯罪行为怎么原谅，更想不到傅岩这种情况下还求我原谅，这已经是拐卖犯罪了。你叫我原谅？你受过高等教育，竟然还说得出这种话？我不会原谅。警察介入了，就交给他们吧。警察原谅他，我就认命，丢下我的意见，抱着孩子回了卧室，还把卧室的门锁上了，告诉他我们的夫妻之情到头了，我不会原谅一个把我女儿卖给人贩子的畜生。我和傅岩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他选择净身出户，他为换回我们的家努力过，我也试着接纳，但是只要想到为20万的治病钱，他妈卖了我的孩子，我再也无法回到从前。我拒绝给婆婆出具谅解书，婆婆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小叔子在法院外挽着他妈的手，恶狠狠威胁我，不就是个聋子吗？也值得你不依不饶，还值得给他花20万。我哥串了你这个蛇蝎女人，真活该，你就该带着你的聋子孩子一起去死。走在后面的傅岩不知道听到了多少，过来就狠狠给了他第一个耳光，然后目光内疚地看向我们母女。我噙着泪扭头走了。孩子找回来2个月后，做了人工耳蜗，手术很成功。医生说慢慢教，女儿会和正常人一样会听会说。我喜极而泣，霎时泪流满面。这几年我流的泪太多了，但没有哪一次会这么开心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，像个傻子。我卖了房子，带着孩子回了我的家乡，在网上接活，继续做翻译工作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女儿听得见了，
幼儿园学了儿歌，回来唱给我听。我听着听着就想落泪。母亲的底线就是孩子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母亲也不能做畜生的事。傅炎的妈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了他的孩子，把主意打到我的孩子身上。他身陷囹圄是自己造的孽。听说傅炎从法院回来就辞职走了，他妈和他弟一直找不到他。他妈做的是在小县城传了个家喻户晓，他成了恶毒的代名词，谁见了都可以在他的脚前吐上一口口水。现在我的女儿听得见了，希望入耳的都是良言，眼见的都是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